起初，习近平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、混沌、渊面、黑暗。习的灵倒行在疯狂宇宙的水面上。习缓缓拿起了稿子，说第一步先要撸起袖子加油干。好，袖子提起。第一步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习看光是好的，就两手一挥，把光暗劈开了。习指着光称光为昼，又指着暗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习念起下一自然段，说诸水之间要有早气，将水分为看梯次气，弄习就造出早气，将早气以下的分早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习称早气为梯安，有早气有粪坑，是第二日。习又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世界的样貌就随着习近平的旨意改变了。习指向这边称旱地为地，又指向那边称水的聚处为海。习左右环顾，对自己的创造沾沾自喜。习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包子的菜蔬，并结腊肉的树木各从其类，包子都包着馅儿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包子的菜蔬各从其类，以及各种结腊肉的树木各从其类，包子都包着馅儿。这腊肉有松垮的，也有紧实的。习看着自己所造的树木，认为这都是好的，有腊肉有稻子，是第三日。习说天上要有像我青年时代就踢过的足球一样的光体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王八空，记录庆丰的年号。这光要雷普大地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习的两只大手指向空中各点了一点，就造出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。他又手脚并用，用手指脚趾触碰天空，就造出众星，点缀着黑暗空旷的宇宙。习就把这些光按顺序摆列在诸空，使他们的光雷普大地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习看着自己点出的这一片星空，感叹自己的所作所能。有宇宙，有星汉，是第四日。习翻到了下一页，一字一顿地说，水啊，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上，王八空之中。习将他的想象具象到地面和大海，就出现大鱼和大海中各样多姿多彩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天空中翱翔的各种飞鸟，各从其类。习看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动物，对自己的想象力洋洋得意，就咧了嘴。各样的动物、飞鸟、昆虫、细菌和病毒啊，你们也要听从我习近平神的带领，你们必按照我这计划生育的宏伟蓝图，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。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，有精甚有细腻，是第五日。习接着念起了稿子，说不仅在于要有鸟、鱼和两栖类，关键在于要有哺乳类与昆虫氏，就这样成了。于是习粗糙的手腕往粪坑里一掏，就拉出野兽，又称为野兽先辈，因为他们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24岁。这野兽按照习近平神的旨意，各从其类，以及其他各样的牲畜也各从其类。地上一切昆虫视习近平神为昆虫之王，就是那蝇王，他们也听从习近平神的旨意，各从其类。习看着这一切遵从自己旨意的活物，就感叹他的创造是多么美妙。习深接着念稿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大海与小池塘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一切活物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
习的大手就伸向自己的身体，按照自己的形象开始造人。因此，世上男男女女的形象都与习近平神的形象相似，且都会歪脖，就像习近平神一样。习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以使弃之，要通商、宽衣、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习说：看哪儿，我将遍地上一切结包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腊肉的果实，全赐给你们做食物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青草原赐给他们做食物，这些都可以吃。吃饱了呢，就直接睡大觉，没问题的事儿，就这样成了。习看着一切所造的无不精甚细腻，有仪始有气止，是第6日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7日，习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晚上12点宽了他一切的衣就不做了，睡大觉。习赐福给第7日，定为庆丰日，因为在这日习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功，就睡大觉了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习近平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：野地还没有稻田，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习近平神还没有降下狂风骤雨，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扛麦，但有沼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习近平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进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呱呱。习近平神在东方的陕西立了一个村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习近平神使各样的书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书名好为人们增加知识水平。这地结出了《西游记》、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、左丘明、左传等8000万本书，都是习近平神在青年时代就读过的。其中一本书名叫《格萨尔王》，习近平看到这本书的名字不悦，于是手指一挥，将前2个字调换，成为萨格尔王。直到今天，百姓仍然这样念。这村子当中又有续命树和庆丰包子树，有水从陕西流出来滋润那村子，从那里分为4道。第1道名叫梁家河，就是与这园子同名，环绕延安县的河，那里有戒月市，并且那地的书是多的，在那里又有未堵塞的沼气池和能让小麦亩产36000斤的沃土。第2道名叫长江，就是那条供养着许多长寿村的江，只要喝一口这江的水，就可延年益寿。第3道河就是叫黄河，其水因混合了许多沼气池排出来的大粪而变得很黄。习近平神将那人安置在梁家河村，使他修理看守。习近平神吩咐他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包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庆丰包子树上的包子你不可吃。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今后你习近平我拉你清单，头上3尺有净瓶，要有敬畏之心。习近平神说：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习近平将各种飞鸟走兽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。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呱呱看到一群嗷嗷乱叫，但一被打就只知道夹着尾巴哀嚎的杂种狗，就说这是战狼。看见一群肥头大脑只知道食欲的动物，就说这是粉红。还有一个72岁的
姿势水平不高、喜好炫耀的动物，自尊心很强，禁止其他动物怒斥它的错误。呱呱看到它就说这是大犬，习近平神见了不悦，于是将其依法改名为大大，抹去了一点，百姓就称那物为大大，直到今日，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习近平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活摘他3根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习近平神就用那人身上所活摘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带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活摘下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2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2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